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。上次说了卡比兽被封神斗场战斗，那么这次就来盘点一下那些用卡比兽的训练家吧。首先第一位，吹笛子的老爷爷。小智第一次见到卡比兽正这个老爷爷的，当时他的卡比兽因为睡着堵住了河流的河道，导致下游村子里的庄稼全都颗粒无收。为了让卡比兽醒过来，小智、一伙和火箭队都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可大家甚至都贡献了自己的初吻，但奈何还是无法唤醒卡比兽。最后还是将这个老爷爷给请过来，让他吹响笛子，卡比兽才从几个月的长眠中醒了过来。这一说是这个老爷爷应该算是拥有卡比兽数量最多的训练家了。在这集的末尾，他说他要去叫醒下一只卡比兽，而当时仪表上的数字显示的正是 No.7， 因此不难推测他至少拥有7只卡比兽。如此庞大的数量让人不得不感叹这个老爷爷的钱袋子到底有多大啊。第二位，马奇。马奇是懒人翁香蕉乐园的园长，当时卡比兽在没被他收服之前一直霸占着香蕉园里的所有香蕉，导致园子里的懒人翁全都跑了。由于懒人翁的流失，导致整个香蕉乐园的人气一落千丈，眼看着就要倒闭，马奇只好向小智我寻求帮助。小智也很爽快地答应了，然而这只卡比兽却相当厉害，一个哈欠绝招就让小智一伙全都陷入沉睡。为了对付卡比兽，小刚提出让其中一只懒人翁进化成过动猿，因为过动猿的特性是干劲，所以不会陷入沉睡状态。最后小智一伙通过特训成功让一只懒人翁进化，卡比兽就被打败了。马奇收复他之后，卡比兽还成为了香蕉乐园的活招牌，他的哈欠绝招为许多游客解决了失眠的烦恼。另外要说的是，本来这只卡比兽小智口头上说是要收服的，但是被卡比兽打败后，小智就没有这个想法了。当时听到小智说要收服这只卡比兽，我是有点吃惊的，都不禁怀疑小智是不是已经忘了自己的那只卡比兽了。第三位，千秋。千秋是一家7星级酒店的大少爷，他的这家酒店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那就是要想吃到这里的豪华大餐，必须得先打败他和他的未婚妻，所以小智和小刚只好被迫应战。在这样对决里，千秋用上卡比兽，他的未婚妻则用上了小卡比兽。本来以为会有场精彩的对决，然而没想到他的卡比兽竟然连皮卡丘一招都承受不了，瞬间被秒杀了。第四位，优太。优太是一名资深技术宅，他坚信以科学的方式来锻炼宝可梦是最好的，这与小智的羁绊理论就有点相反了，因此两人刚开始是有点矛盾的。但不管怎样，卡比兽在优太的训练下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在宝可梦全能竞赛跑的最后一个环节上，他的速度竟然一点都不输给皮神，最后还获得了冠军。当时我就想，要是小智的卡比兽在，又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果呢？第五位，奥鲁。奥鲁是一位棒球运动员，他的卡比兽也跟大多数的卡比兽一样，平时都没什么干劲。在小智与火箭的棒球比赛上，本来小智一伙就快输了，但奥鲁在这个时候让卡比兽使出了飞招式，认真起来大暴击，此时的卡比兽就跟打了鸡血一样，瞬间就逆转了比赛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本视频的话就请关注我吧，我是傻皮，咱们下次见。